当你温柔地接住怀疑，它就变成光。你怀疑自己的决定，怀疑自己的感受，怀疑自己的存在，是不是太多、太脆弱、太不稳定？但你知道吗？那个怀疑的你，不是错的，不是负面的，它只是还没被拥抱的你。我们总是想快点把怀疑推开，想着我不该有这种想法，我要积极、正向、有自信。但你越抗拒，怀疑就越黏在你心里，因为它不是来破坏你的，它是来提醒你的，提醒你有一个角落还没有被你自己温柔地照见。那不是失败，是邀请，邀请你停下来，好好的抱抱那个怀疑的自己。不是叫你去解释、去反驳，而是去听、去懂、去陪伴。你可以轻轻地对怀疑说：我知道你会出现，因为你想保护我，你怕我再受伤、再失望、再孤单。你这么一说，怀疑就会松一点，因为你终于明白了，他不是敌人，他只是那个很久以前被忽略的声音。那个声音说：我怕。但当你温柔地接住它，它会慢慢变成光，变成一种觉察，变成一种支持，变成一种内在的稳定感，不是一种消失的状态，而是一种被转化的存在。每一次你愿意停下来，看见那个害怕怀疑的自己，你就离爱更近一点，因为只有爱，才有能力不抗拒，也不讨厌，只是温柔的在那里。当你说我理解我自己，即使我还会怀疑，我也不会抛下我，这就是最大的光。真正的力量，不是不怀疑，而是在怀疑来的时候，你知道怎么接住自己，你变得有弹性，你知道情绪是过程，你知道即使内心乱成一团，你依然有资格前进。而当你有这样的内在状态，你会发现世界开始对你更温柔了，不是因为它变了，而是你变了。你学会在软弱中不否定自己，你学会在混乱中也能深呼吸，你学会在不确定里依然选择信任。这就是光，不是闪耀的光，是你静静活着时散发出的频率。而这频率会让宇宙听见，他会说他学会爱自己了，他准备好接住更多了。因为一个愿意拥抱自己怀疑的人，就是一个准备好承接祝福的人。光不是强迫来的，光是允许来的，允许你当下的样子存在，允许你的不完美被爱，允许你怀疑、失落、害怕、焦虑，却依然值得被理解。请你练习对自己说：即使我怀疑，我依然选择温柔地接住我。这句话会改变你的人生，它不是一个终点，而是一道门。当你这么说，你就在你的黑暗里点了一盏灯，这盏灯会带你穿越，会带你看见自己更深的信任，会让你发现你其实比你想的更坚强，也更温柔。你以为要赶走怀疑才有光，但其实只要你肯接住怀疑，它自己就会变成光。你的自我怀疑挡不住灵魂对你的深爱，你总是怀疑自己，怀疑这样的你
够不够好，值不值得被看见、被选择、被爱。你怀疑你的感受是不是太多？你的想法是不是太敏感？你是不是总是搞砸？总是比别人慢一点、差一点，不够稳定？于是你不敢太快说出梦想，不敢太深信自己值得，甚至连喜欢自己都变成一种需要勇气的事。但你知道吗？在你所有怀疑自己的时刻，有一个声音从未远离，那是你的灵魂，在默默地爱着你。它不会因为你怀疑自己就退缩，不会因为你失败就失望，不会因为你情绪混乱就停止爱你。它只是静静地在那里，陪你走过每一个不相信自己的时候。他知道，这不是你真的不行，只是你还不敢完全相信你可以。灵魂比你想象的更有耐心，他看见你所有的挣扎，看见你心里的脆弱，也看见你每一次想放弃前，依然尝试再多走一步的勇气。他爱的不是你做对的样子，而是你真实的样子。哪怕你怀疑、犹豫、逃避、哭泣，他依然深爱着你。这不是条件交换，这是灵魂本来的语言。而你遗忘的，只是你与这份爱的连结。每一次你自我怀疑，其实是灵魂在呼唤你回来。他不是想证明你错，他只是想拉你回家，回到你内在真正知道的那个地方。那里有稳定，有光，有方向，不是外面给的，是你灵魂本来就拥有的。请你记得，你的怀疑也有资格被爱，你的脆弱也值得被接住。你不需要当完美的版本，才能被灵魂拥抱。你只需要允许自己，在乱的时候也能说一句：我知道你还在。你的灵魂从未离开，它只是等你放下责备自己，等你停止用他人的声音定义你，等你终于愿意回来，对他说一句：我还在学，但我愿意爱我自己。这句话是你和灵魂之间的重逢，不是理智上的理解，是能量上的对齐。你会感觉到你的身体松了，你的心静了，你的世界开始变了。不是因为外面变好，而是你不再那么对抗自己。你开始与自己同一边，你开始愿意说出渴望，愿意让爱靠近，愿意不再用怀疑包裹你的光。灵魂的深爱从来不怕你怀疑，它只怕你因此关上门，把自己锁在无声的角落里。但它永远会等你，哪怕你走得再远，怀疑再深，它依然在原地，等你回头说一句：我可以试着相信我值得。而那一刻，你会知道，你从来没有被遗弃。不是你太慢，不是你太弱，只是你终于准备好接住自己了。从此，怀疑不再是障碍，而是一道桥，带你回到真正的你。而你就是光。无论你现在是否相信，灵魂一直都知道，它从未忘记你真正的模样，也从未停止深爱着你。你怀疑的自己，正是灵魂最爱的那个你。你总觉得，当你更稳定一点，更清楚一点，更强大一点，也许才配得灵魂的爱。但灵魂从不这么想。
你以为要无惧，要完美，要有答案，才值得被看见。可灵魂最爱的，从来都是那个怀疑中的你。不是因为你表现得多好，而是因为你愿意真实。你在混乱里还在努力呼吸，你在不确定中依然往前。你跌倒了，却不肯放弃光的方向。那样的你，让灵魂心疼，也让他深深敬爱。灵魂不会因为你怀疑就退开，反而会因为你愿意坦白而更靠近。你不需要一直证明你很好，才配得他的祝福。你只需要诚实地说，我不知道接下来会怎样，但我还愿意相信。这样的心就足够让光流动。你怀疑的时候，不是离灵魂最远的时候，反而是你最贴近他的时刻。因为你卸下了盔甲，你回到脆弱与渴望之中，而那里正是连结开始的地方。灵魂不是要你变得完美，它只是希望你别离开你自己。就算你怀疑、动摇、反复，都没有关系。重要的是，你愿不愿意在怀疑里，也不丢下自己。你可以告诉自己，即使我还在迷路，我也愿意温柔地牵着我前进。灵魂最爱的，从不是你光鲜亮丽的那面，而是那个愿意真实面对伤痛，却不放弃爱的你。那个在夜里一边哭，一边还在心里说，我想活出不一样的你。那个尽管害怕，还是去爱、去相信、去行动的你。那样的你不需要伪装，你可以累，可以怀疑，可以反复，可以脆弱，可以不确定。你依然是被全然爱着的，因为灵魂看见的，不是你做了多少，而是你有多愿意靠近你自己。当你开始不再逃避怀疑，而是学会在怀疑中呼吸，在怀疑中安住，在怀疑中说，我依然选择相信。那一刻，你就在发光。你不需要再试着成为某种样子，因为你现在这样，就已经是灵魂最爱的模样。请你相信，你不是因为完美而被爱，你是因为存在就值得被爱。你怀疑自己没关系，你心里乱也没关系，你走得慢也没关系，你现在停下来喘息也都没关系。灵魂会等你，会一直在你旁边，不离不弃地等你。自己转头说一句，我不再丢下我了。那句话是转捩点，是一切显化的起点，也是你与灵魂重新牵手的时刻。你以为你最破碎的样子最不被爱，但事实刚好相反。你越是诚实的在怀疑中与自己同在，灵魂越是感动，越是靠近。因为那样的你，是真实的、打开的、渴望爱的，而爱正是你最深的本质。请你放下等我更好一点的想法，现在就可以，现在就值得，现在就被爱着。不是因为你已经好了，而是因为你愿意和自己在一起。你怀疑的自己，正是灵魂最爱的那个你。当你愿意接纳自己，丰盛就会记得你的门。你一直在找答案，找怎么让人生更顺，找怎么让金钱更稳，找怎么让爱不再离开你。你翻遍书籍，练习显化、冥想，写下渴望。你想知道
宇宙的门在哪里？但你总觉得好像还是差了一点什么，就像你做了所有应该做的事，却还是觉得祝福迟迟未来。亲爱的，那一道门从来不在外面，丰盛的门在你是否愿意接纳自己的那一刻开启。当你对自己说，我够好了，即使我还不完美，我依然值得拥有一切美好，那一刻门就亮了，宇宙就记得你在哪里。它不是忘了你，是你还没愿意让自己被找到。你总以为要再努力一点，要再修好自己，要再证明什么，但真正的转变不是从自我改善开始，是从自我接纳开始。当你不再推开自己的情绪，不再责怪自己的不足，不再羞愧自己的过去，你的能量就开始变了。宇宙不会被你做到完美感动，它会被你真诚地接纳自己而靠近，因为那才是真实的频率，那才是光开始穿透的地方。你越是认同自己，祝福越是记得你，因为你在发出一种信号，我准备好了，不再躲藏，不再否定，不再逃避。你在说，我愿意成为接收者，我愿意被祝福看见。你看见你自己的样子，你不再需要别人来肯定你，你开始对自己说，我就在这里，这样的我就很好。而宇宙会立刻对你点头，因为它一直都爱你，只是你总在怀疑中把门关上了。它从没离开，只是你太忙着努力，忘了打开那道最重要的门。接纳，接纳你现在的进度，接纳你还会迷路，接纳你也许没有信心，但依然愿意活出光。接纳不是放弃，而是一种最高层次的爱。你说，我接纳自己，不是因为我没有问题，而是因为我值得爱。这句话会让宇宙为你转向。你不需要成为另一个人，你不需要符合别人的理想，你只需要允许自己成为自己。丰盛会听得懂这种能量，因为真正的丰盛不是钱，不是人脉，不是拥有很多，而是你开始对自己温柔，开始对生命说，我不逃了，我回来了。当你愿意回来接住自己，祝福就会记得你的门。你会发现，事情开始有节奏，流动开始变清晰，支持开始一点一滴进来。不是你突然变得更努力了，而是你愿意对自己诚实了。而这种诚实，让你成为一个磁场，让光找到你，让爱选择你，让丰盛停在你门前，不再飘走。你不需要急着开很多扇门，你只需要打开一扇，那扇你愿意真正接纳自己的门。自我怀疑是尚未被拥抱的童年回声。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？明明已经做得很好，却总觉得不够。明明有人肯定你，你却怀疑他们是不是只是客气。你渴望被看见，却又害怕真的被看见后会失望。你不是没有能力，不是不够努力，你只是太熟悉怀疑自己了。那不是你现在的问题，而是你内在的某个声音，很久以前就开始低语。你这样不够好，你怎么又出错了？
你不要太贪心。那些声音，你以为早就忘了，但其实它们还住在你身体的某处。你以为你在跟现在的自己对话，但你是在跟童年的记忆重叠。你怀疑的那一瞬间，那不是你的灵魂在说话，那是你小时候那个总想被爱的小孩，还没被拥抱，他还在等你回头，告诉他你没有错，你这样也很好，你本来就值得被爱。自我怀疑不是你的敌人，它是你童年的回声，是那个被责备时忍住眼泪的你，是那个成绩不好就觉得没价值的你，是那个总是太安静、太敏感、太懂事，却没人发现你早就很累的你。那个你不需要改变，不需要被教导，不需要被评分，他只需要一个拥抱，一个你今天就能给的拥抱。你可以轻轻地闭上眼，在心里说：我看见你了，谢谢你努力活到现在，谢谢你一直撑着，哪怕从来没人说过你做得很好。当你开始这么做，自我怀疑就会慢慢松动，不是因为它消失了，而是因为它被理解了。理解比证明更有力量，拥抱比反驳更能疗愈。你不需要每次都打败怀疑，你只需要学会坐下来陪他，陪那个曾经的你，让他知道他不再是孤单的了。当你开始照顾那个内在的小孩，你会发现，很多你以为是个性的东西，其实是过往的保护机制。你不是真的没自信，你只是太早被要求独立。你不是真的太敏感，你只是习惯提前感知风向。你不是太慢、太懒、太软弱，你只是累了，从来没被好好接住过。现在的你有选择，你可以选择不再逃避那个声音，你可以选择回头，用温柔接起那些未完成的爱。请你每天都练习对自己说：我愿意相信我值得。我知道我还会怀疑，但我会陪我走过。这不是假装坚强，是你正在重新建构内在的安全感。你越能拥抱过去，就越能自由地创造未来。你不是因为完美才值得被爱，你是因为你愿意靠近自己，才变得如此真实而动人。你怀疑的不是你能不能成功，是你能不能在过程中还保有自己。而答案是可以。当你越来越不逃避怀疑，怀疑就会转身成为力量。它会成为你理解他人的桥梁，会成为你创造深度与连结的礼物。自我怀疑不再是负担，而是你曾经被忽略的温柔记忆，如今有机会被拥抱、被看见、被转化。请你不要再责怪自己，你已经走得够远、够勇敢、够真实。而你内在那个孩子，终于等到你回来说：我们不用再证明什么，我们本来就很好。你努力练习显化，写下渴望，专注频率，但心里却还是空空的。你问自己，为什么我还是得不到？你怀疑，是不是我还做得不够？还不够好，还不够清楚，还不够干净。但亲爱的，丰盛不缺方法，它缺的是你内心的允许。不是外在的行动不够，而是你内在还不相信自己值得拥有它。你一边渴望被爱，
一边怀疑自己配不配。你一边想要更多自由、金钱、幸福，一边在心里说：“我真的可以吗？”你可能没发现，你以为的努力显化，其实是在试图补偿内心的匮乏。但宇宙不回应你的努力，它只回应你的信念。你的信念说：“我不值得。”那么丰盛就无法靠近，因为它不是不爱你，是它尊重你的选择。当你关上“我值得”的门，它就只能在门外等待。它不会强行闯入，它只能在你心门打开时，悄悄地进来，温柔地停留。所以，不是祝福不来，是你还没让它有进来的空间。你还在评价自己，还在惩罚自己，还在觉得要够努力才配的。但真正的丰盛，不需要你交换，它只需要你承认：我现在这个样子就值得。不是变得完美之后，不是完成某个任务之后，是现在。现在的你就可以开始接收。当你这么说，能量就开始转动。你会发现，那些你苦苦追求的，其实都一直在你附近，只是被你不值得的频率隔开了。而当你重新选择相信，一切开始改变，不是因为你做了什么新的事，而是你开始对得上了，对得上丰盛的语言，对得上爱的频率，对得上幸福的节奏。你不再躲藏、怀疑、排斥自己，你不再跟自己对抗，你终于说出那句最关键的话：我值得。说出这句话的那一刻，你的能量就打开了。宇宙会说：太好了，我终于可以靠近你了。你会开始被支持、被选择、被看见，不是因为你突然变得厉害，而是因为你开始让自己被爱。请你记得，丰盛是一种对你的回应，不是对你的评分。它回应的是你的开放，你的允许，你的接纳。所以从今天开始，请你练习温柔地对自己说：我值得拥有我渴望的一切。我不需要证明我就是配的。我允许爱、金钱、奇迹流进来。你越说，你就越相信，你越相信，门就越开。当你相信你值得，丰盛就会记得你，而它会流入你生命的每一个角落，不只带来物质的满足，也带来深层的安定与喜悦。因为你终于让它找到出口，你终于成为它可以停留的地方。感谢你听完我的影片。如果你觉得影片有帮助到你，欢迎点赞并订阅我的频道，让我可以持续与你分享。也可以在评论中留下你的想法和经验，或是将影片分享给你的亲友。再次感谢你的收听，我们下次再见。